好，我们来解难题。打算我们用的方式是所谓的动态规划啊，去解 LeetCode 的第956题，所谓的 Toys Billboard 啊，这是一个难题，去找出所谓最高的广告看板。那它题目当中，它会给你一大堆的杆子或铁杆啊，要透过这些铁杆把它接起来，那你就是最后接起来要有2根一样长，然后把那广告看板把它撑起来啊，但是它不能从中间咬断啊。好，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啊。好，各位好，我们周末到了，又是到了解难题的时间啊。那所以我们直接就到 LeetCode 的网站啊。所以今天的问题是第956题，所谓最高的广告板。好，那我们就先切到简报，我们先尝试看看。好，我们先看有关相关的它题目的一个叙述啊。题目的叙述就是说，它会给你一堆的杆子 rods。那它这边就举个例子比方说是长度分别是1、2、3，那你把它接起来，它就变成长度为6原则上它是要你找出最长的、最高的那个可以撑起那个广告看板的安装的方式，所以原则上它必须要有2根要有2根。那你中间可以用焊接的方式把它接起来它这边也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说前面1、2、3把它接起来，它就变6了嘛。然后这边也是个6所以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将广告看板把它撑起来当然有的时候你找不到的话，就请你就传回去的指示为0。好，那如果说语文上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将它做一个中文的上的一个翻译那这边的话，我们稍微看一下就好了。好，主要是这个题目你如果之前完全没有见过的话，你可能根本不知道它要怎么解可能一开始你可能就是陷入到一个尝试用暴力解的方式用暴力解的话，它这个时间会很久当然它是难题，它时间会有相当的一个限制。好，那我们看一下好，所以我们看这个 rods， 它基本上你当然就可以用一个阵列去装了假设它的index 值是从0到 n-1那我们其实可以将它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描述比方说把它写成一个类似数学式的方式。基本上呢，那其实就是在这些 rods 里面去找它的子集合。当然这个AB 两个子集合，它必须是disjoint就是相交是空集合，那使得呢 A 中所有的杆子的接起来的和跟 B 中所有杆子接起来的和是相等那当然也可能会找不到这样一个情况这边刚好它在它的范例3这边就举出来一个例子嘛。你这里的 rods 一个是1，一个是2，那你又不能从中间砍掉，所以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当然答案就是0如果找不到的话，就请你回传为0所以它的题意大概是
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好，接下来就是说，你不用暴力解，那我们要怎么去解呢？当然，他这边也给个建议，就是采用所谓的 DP 啊 ，Dynamic Programming 啊，所谓的动态规划啊。那问题是你要怎么规划啊？然后你要怎么去设这些值？那之后呢？你要怎么去更新啊？它这个DP 里面的一个状态啊，主要就是说你这个部分如果弄清楚的话呢，程式的撰写才比较没有问题。好，那我们看它怎么做哈。我们一开始当然是先考虑，就是说我们的 DP 要怎么去做设定。那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讲哈。那 Rust 里面也是刚好是有2、3、5。那我们这边先排2，再排3。那原则上，我们如果是用所谓的 hash table 的话，前面的 key 呢就是摆这两者之间的差啊。我们当然就是所谓差，我们当然指的是有取绝对值的情况啊。我们尽量是不要让它出现所谓负数的情况。然后呢，因为它要求的东西是最高的杆子，所以呢，以这个情况来讲，它这里面当然它的差是1，那它的高度最高的当然是3。那这边来说的话，2加3等于5，所以这边的key 摆的是0，那它的值当然是摆的是5。好，那以这里的情况，2加5等于7。那所以这边的话，它的高度应该是7。那我们看看呢，这里的差是多少呢？7减3等于4。好，所以这边4是这样来的。所以是5加2减3，所以等于4。所以它的 DP 的设定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设定的这部分当然你要先弄清楚嘛。好，接下来我们看你要怎么去更新。更新当然是你不管是你的 DP 是后面是要采用递回的方式，或者是用迭代方式去写，当然你有更新的过程是这个当然是很重要嘛。好，那我们看看这边的一个情况假设也是跟前面例子蛮接近的，我们这边是多放一个，后面接着是1。好，我们看看这个要怎么处理。我们的处理的方式第一种情况当然就是说，我们的1就不管了。1不管的话，就跟之前的 DP 的状态是完全一样，所以你不做任何的事情。那我们还有另外2种情况另外2种情况你这边要弄清楚，大概程式应该写出来就比较有可能。好，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将后面的新加进去的这个数字呢，我们把它放在比较矮的那一边所以这边就是我们的 low， 这边是我们的 high。好，那摆在比较矮的地方呢，那所以它的那个高度呢，就会你加上去的原先的 high 跟你这一次这个 r 再加原先的 low 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值。那你那个差呢，请记得这边要加上绝对值我们不要让它出现有负数出现负数的话，不是说不能处理会。如果说你采用 hash table 的话呢，它的 key 就更多了嘛而且没有必要嘛
所以呢，它的 key 的部分我们就设是差，因为基本上就是它高度差的一个绝对值啊，所以是更新之后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这边 key 的部分要填这个，然后value 的地方是要去填啊，这原先的 high 跟 r 加 low 的一个极大。好，那另外还有第三种情况啊，第三种情况就是你在比较高的地方，你再把它加上去嘛。所以比较高的地方加上去呢，所以你的差就是再去加 r 嘛，这个就没有问题嘛。那你的高度呢，当然也是再去加 r。好，所以主要更新的部分，特别是在第二个情况跟第三个情况，我们这边就必须要在程式里面要去做处理。那第一个情况可以不用管它嘛，你就用旧的状态就可以。好，那所以我们就看采用这样的策略去解。那当然，我们如果是采用 C++ 的话，当然我们这边当然就是用所谓的orders map 这样的一个去建一个 hash table。那所以前面 key 呢是放它的 difference， 后面它的 value 是放它的所谓那个比较高的你就放 high。那基本上呢，我们在每次更新的时候，我们这边就先把旧的这个 hash table 先把它 copy 过来。那在下一次迭代之前呢，我们再做替换的动作。好，那所以实际上我们要处理的就跟前面一样的简报完全是一样。如果说你要先放在比较高的位置，当然就是加 r 嘛，我们这边就是加 rot 那你的这个里面的 key 的部分当然是 difference 再加 rot 所以这个我们当然是去取极大因为我们要找的是最高的。好，另外就是你要去将 rot 放在比较短的那一边的话，那这里一样，我们是取它的差的绝对值。那它的新的 high 基本上要不然是这个，要不然是原先的 high。所以我们也是透过取 maxima 的一个方式呢，我们再这样的去更新。好，这样的方式呢，它的执行时间基本上是351毫秒左右了那相当程度来讲也可以他也接受了。好，那我们当然写程式当然希望能够快一点虽然说 hash table 它的查找都是在常数时间所谓的 big O1 时间但是那是平均的情况但是有可能我们刚好就是碰到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它就会到达线性时间那当然就会慢许多了所以我们另外一个方式呢，就是利用它题目当中的一些限制。所以它 ROS 的一个长度它只有20嘛，最多都要20嘛，它个别只是1到1000嘛，所以我们真正会用到的应该是这个。所以从这边来看，它的差我们如果是取绝对值的差，它当然一定是小于等于5000嘛，这当然没有话讲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这个 DP 里面呢，我们就不一定是要采用 unordered map， 我们可以直接就采用一般的一个阵列我们像 C++ 的话，我们就采用 vector 就好了。那这样的话，执行时间就会快上好几倍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采用 vector 的方式。那原先的值我们都是填-1。那你在处理的部分，基本上也跟前面的情况都蛮类似的，主要是在内层回圈的部分。这边我们要先去检查它的那个存进去的值是-1啊。如果是-1的话，我们就把它跳过去啊，跳到下一次的迭代啊。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再继续进行下面的一个计算啊。所以呢，下面计算就跟刚刚都是一样的啊。所以透过这个方式，程式的速度就会快许多啊，不是只有快一点，它是快上好几倍哈。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相关的程式实作的部分。好，那程式实作的部分，那我们这边看到，所以目前在版面上应该是那个阵列的版本啊，所谓 vector 那个版本。那我们这边也让它执行啊，它的基本上也都是 OK。那我们在这边的解答，我们也提供了older map 跟 vector 的2个版本。好，那我们在本机端的一个执行情况，我们也让各位观看一下哈。基本上我们在这边，我们有做 vector 的版本，跟 older map 的版本，还有一个是递回的版本，所谓的 recursing 的一个版本哈。我们其实来说，我们可以去量测它的时间哈。量测时间部分，我们这边采用 OpenMP 当中的一个函数啊。那这里面我们采用的是所谓的 OMP get W time 这样的一个函数啊。那这个它的精准度比较高，它可以到达10的-9次方10的-9次方。那这个比较你要看比较精准的数字啊。那一般来说，当然只有到毫秒了哈。好，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就建立一个例子啊。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是可以，我们的例子它的总和它不要大于5000啊，大于5000的例子当然不要。那它那边还有一个限制，就是说这个长度其实要小于等于20啊。那我们这边明显是超过了啊，不过也没有问题啊。那这边在第92行、93行，我们分别去用静态阵列方式啊，将这个我们3种不同的算法啊，我们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阵列。好，那分别是 vector 的版本、older map 的版本跟recursing。那我们的 recursing 也是采用 vector 的一个方式啊。那然后我们个别去量测它的时间。好，那我们看看它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情况。好，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哈，它的解都是2448啊，3个答案做法都一样。那我们在这边第0种方法，也就是采用 vector 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是不到1毫秒。好，那如果是采用 older map 的方式，它将近是前面那种方法的10倍的时间。好，至少我们在这个例子上是这样的。那如果采用递回的话，那稍微比第0种方式要慢一点点，但是没有慢许多啊。基本上因为它是用 vector 的方式，那其实来讲速度上也都是算是很快的。
好，那有关于这个难题，那我们就先处理到这里。好。